我是相府千金，天生的哑女。前不久一次意外落水，我得了一种只能讲真话的病。卿觉得朕怎么样？公共用品。大胆，竟敢侮辱圣上！黎星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看你是想让相府满门抄斩。不是，皇上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来见您的目的，只是单纯的想精忠报国。我苦命的儿啊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若不是意外落水，这发烧3天3夜，怎会烧得这般严重？醒了，若若醒了。娘，说话了，说话了，我的哑女儿能说话了。快拿药过来，给小姐补补身子。二小姐可算醒了，这可是妾身亲自守着炉子熬的。不喝，这汤药里加了其他药。二小姐这是什么话？这药可是为了你好啊！这药里不仅有马毒灵，还有马钱子乌头，你一样都没少加。我落水也是你那庶出女儿搞的鬼，她从背后把我推下去的。好啊，好一个母女同心！来人，把姨娘和庶女给我拖出去！我苦命的儿啊，真是老天保佑！柳青儿是想来看我大哥，傅娟妹妹缠我三弟身子。星若，你说什么呢？二姐，快来，咱妈又在给你挑姐夫了，咱俩听听。夫人，这京城御史大夫家的二公子，那可是博学多才，与贵府二小姐简直是门当户对，天赐良配呀！盛二公子爱好棉花素柳，还得了脏病。既然二小姐眼界高，那老身就不讨这个嫌了。郎中令家大公子，学识渊博，那气度真是不凡。大公子养了外室，生了一儿一女，我可不当人家小妈。这就是你说的博学多才。告辞，告辞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小桃，你问我话随便问。小姐，您对柳青儿小姐有什么看法？平日常见您夸她呢，她又茶又婊。小姐，那您说说，咱们府里到底有多少个小厮，多少个丫鬟？小厮123名，丫鬟86名，其中还有3个是挂名不干活的。我的天哪，小姐一个数都不差。小姐，那您再猜猜，我刚把那块双鱼玉佩藏哪儿了？梳妆盒夹层里，左边第3格。还有那礼部尚书，他其实怕猫怕得要命，却偏偏要在人前装作爱猫如命。还有京城那家最有名的首饰店，其实背后的东家竟然是……小姐，够了，真的够了。小桃别停下，再问点格局大的事情。那行，小姐您说说，这世间万物可是大家说的天圆地方。我们脚下的大地其实是个球体，围绕着太阳在转动。因为球体有倾斜，所以演变出4季；因为球体有自转，所以演变出白天黑夜。我这张嘴，它无敌了！我的格局打开了，我自己真能干点大事，比如用嘴来荡平天下。李爱卿，这北莽狼子野心，唯独对着和氏玉念念不忘。陛下，和氏璧乃我朝国宝，此番送往北莽，朕意已决。朕要你亲自护送和氏璧前往北莽，换边境安宁。臣领旨。姐，听说北莽那边同意了皇上的条件，不仅承诺边境太平20年，还要倒贴15座城池，就为了换那块和氏璧。那可是天下赤宝，
与北莽打了这么多年，北莽的老皇帝要是真舍得15座城池，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。皇上也是这么想的，他觉得别人都不牢靠，这不，指名道姓要咱爹亲自护送。狗皇帝，皇上糊涂，这是北莽的奸计，我爹万万不可去。二小姐，你慢点儿，快，得拦住爹！爹，若若，站住！你爹在里面商议国家大事，谁都不能进。明明不是我爹！闭嘴，跟我过来！皇帝怕目标太大，已经命我爹易容，2日前就偷偷启程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北莽目标根本不是和氏璧，他们是想折了皇帝左右翼，再大举南下，爹有危险了。那怎么办？若若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进宫面圣。明天可是太后寿宴，凡是有脸面的官宦子弟，皆可进宫贺寿，到时肯定可以见到皇上。若若，咱们的席位离太后很近，千万稳重些。我知道了，母亲。皇上驾到！母后万福金安，儿臣愿母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母后请看，此乃儿臣命人寻遍全国，集齐了100位100岁老人的发丝，亲手织就的百寿刺绣。圣上对太后可真上心啊，连这100岁老人的发丝都能集齐。圣上和太后面和心不和。你声音小些，这要是被听见了，咱们全家都完蛋了。听闻丞相的千金也来了，臣妇参见太后。果然是个妙人。听闻前些时日病也全好了，这可是大喜事啊！托太后的洪福，这孩子才捡回一条命。这孩子出朗的这样好，可有安排亲事？回太后未曾安排。那正好，今日哀家就做个主，给星若和誉王牵个线，成全这段金玉良缘。母后，您这红线可不能乱牵啊！丞相早已给朕递了折子，想给女儿在后宫求一个位置，朕已经允诺她，等选秀时直接封星若为贵妃。谁要当你的贵妃啊？这狗皇帝撒谎都不打草稿的，这是刚出狼窝又入虎穴，我的保家卫国大计还没开始，就要被锁在深宫里斗鸡眼吗？皇帝既然早有安排，那是哀家多虑了。到底是皇帝体恤臣下，既然如此，星若就先退下入席吧。英英，这届宫斗未免也太卷了，我还没入宫呢，就成了众矢之的。若若，这怎么突然就要进宫当贵妃了？母后，朕宫中还有些政务未处理完，先失陪了。皇帝闪人了，那我也该找机会溜了。那件事必须得当面告诉他。娘，我这身衣裳有些紧了，想去后面更衣。快去快回，这宫里可乱闯不得。大胆，竟敢惊扰圣驾！哟，这不是贵妃吗？跪你个腿啊！谁是你贵妃？让她过来。妾身离星若叩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贵妃请起。陛下，妾有要紧话想单独对陛下说，不知能否请陛下屏退左右。陛下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听起来有些离谱，但请您务必要相信我。简而言之，我想把自己的这张纸献给陛下。丞相之女，倒是比朕想的要热情似火。啊呸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陛下有所不知，我自打能说话后，这嘴就有了特殊能力，我只能说真话，甚至能说出这世间的真理。哼，接下来我说的事情，句句属实。前日，陛下在御书房批阅奏折到且时，还偷偷吃了一碟子花生米。昨日，陛下在后花园盯着那株并碧莲叹了3次气，是在想远在边疆的将领吧？还有昨晚，你调查朕，这都是这嘴他自己说的，他知道天下事儿。黎星若，朕看你确实是有大病，而且病得不轻。陛下，您别不信啊，我有证据。月黑风高，你这是要跟朕打马雕？陛下，
您随便摸一张，我不看牌面，只要您摸在手里，我这张嘴就能准确说出是什么牌。9条，2万。去，把爱妃们玩的那副牌也拿来。梅花、方块、红桃、黑桃。跟朕来。既然你这嘴通天，那朕问你，朕这御书房里谁是眼线？端茶的王公公是太后的，负责打扫的小顺子是誉王的，就连给您缝补龙袍的张嬷嬷也是李贵妃的人。若要除誉王，需断其粮草，攻其贪腐；若要胜太后，必先拔掉她在禁卫军中的暗桩。朕信了，你这张嘴确实有颠覆天下的力量。陛下，天都亮了，妾身能去歇着了吗？最后再问一句，卿觉得朕怎么样？英明神武，英明神武。公共用品，不是皇上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完了，这次真的要被满门抄斩了。放心，卿只是童言无忌，朕不会放在心上。我相信，但陛下能不能先把手松开？哼，青青这张嘴确实厉害，大有可为啊。狗皇帝，你放尊重些，要不是为了大局，我这嘴现在就问候你祖宗。陛下，言归正传，我爹和你都中了北莽奸计。北莽根本没打算议和，他们早跟誉王达成了交易，要助誉王篡位，太后也参与其中。但他们都太天真了，北莽皇帝真正的胃口是吞并整个南国。我爹现在的性命就在悬崖边上，那朕该怎么办？派小霍将军去拦截我爹，当然我也得去。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只有我去，这张嘴才能准确定位我爹的位置，也只有我去才能助小霍将军营救成功。您只要按我说的做，就能铲除誉王和太后。朕不会放贵妃出去冒险。陛下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爹根本没求过您，您刚才在太后面前也压根没给我拟过什么贵妃之位的整日。我离星若志不在后宫，我也绝不当什么笼中鸟。比起在后院斗鸡眼，我这张嘴能替陛下办更大的事儿。你还真敢说啊！这天底下还没人敢这么直截了当的拒绝朕。陛下，妾身不敢欺瞒，是妾身这嘴，他真的不受妾身控制啊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先安置在侧殿，没朕天的旨意，不许踏出宫门半步。困在这儿，我爹怎么办？和氏璧怎么办？别急，最迟不过今晚，你肯定能出去。小霍将军觐见。这习武之人，居然长得像个谪仙。陈霍霄叩见陛下。这姿色，敌方将领见了这脸，怕是都要晃神。陛下，您是让臣带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一同去边境？哎，小霍将军，你那嫌弃的表情收一收，真挺没礼貌的。朕刚才已经把经过详细告诉你了。霍霄，你带上黎星若去救回丞相，并把和氏玉完整的带回来，不得有误。可是陛下，臣一人一骑，带上精锐便足够了，带个累赘反而拖慢行程。不，你不够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爹现在确切的位置，更不知道那些潜伏在暗处想要他性命的人藏在哪里。没有我，你连营救的边都摸不着；有我，你才能赢。陛下，这女子是不是学了什么妖言惑众的邪术？行了，别吵了，人命关天，你们赶紧出发。这一路上，你们再磨合磨合吧。李星若，丑话前头，到时候你可别拖我后腿。战场上刀剑无眼，遇到危险我可能没时间救你，你要想清楚了。现在反悔回相府还来得及。求求了，走吧，收起你那副英雄救美的幻想。再晚一点，我爹在那边恐怕就变成个小盒子被送回来了。拖油瓶。小霍将军，我活了16年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真的颠不动了，能不能停下休息片刻？停。二位赶路辛苦，来喝碗茶解解渴。性格臭归臭，长得倒是真养眼，这茶总算能救命了。渴死我了，
怎么，小霍将军，行军打仗的人还嫌这荒山野岭的茶水不合胃口？这茶确实喝不得，里面下了药。完了，我怎么不早点问我这张嘴啊？我不行了，我要倒了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完了完了！我爹还没救着，我就要在大功告成前线归西了吗？你不是醒了吗？赶紧去洗把脸，清醒清醒。我们接着赶路。刚才在茶铺不是挺能耐的吗？怎么连个蒙汗药都没察觉？李二小姐，你的本事都长在嘴皮子上了。我这嘴启动技能需要互动，刚才喝得太急，没来得及提问。不提问，这嘴它不干活。应该是誉王的人察觉到了我们的行踪，茶铺那些只是打前哨的。马车的目标太大，我已经弃了。马车弃了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上来，咱们得在下一波追兵到之前穿过这片林子。可我不会骑马啊。所以我说带个女人真的很麻烦。李二小姐，你除了那张嘴还能再多出一点毛病吗？坐稳了。救命！不妥，大大的不妥！我好歹是个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，这要传出去还怎么嫁人啊？你以后少吃点，我这马都跑不动了。进不去。玉环宁安插了眼线，只要你露面，城内必有埋伏。好冷，这还没到边境，我就要冻死在林子里了吗？总算这木头疙瘩还有点怜香惜玉的心思。夜深路重，早点休息吧。啊，你就这么躺下了？我骑了一天的马，很累。英英，小霍将军，你真是没心没肺到了极点。算了，这玩意儿给你睡吧。小霍将军，其实你这人还是有点心善的。别自作多情，睡下面我怕有狼，你晚上机灵点，小心半夜被狼叼走。喂，你今晚不会突然死掉吧？老娘会活得好好的。那就行，毕竟我相信你的预言能力。我拳头呢？走陆路虽然稳，但要绕过苍山，至少得4天。走水路顺江而下，虽有风浪，但能缩短1半时间。喂，你的嘴怎么说？走水路，顺风顺水，后日申午就能在白马滩截住我爹的队伍。走开，走开！我这船不载女人，女人上船那是触了龙王爷的眉头，晦气的很。船老大，少拿龙王爷在这吓唬人。你说女人上船晦气，那后面舱室里藏着的10几个如花似玉的歌姬，难道都是男人扮的不成？你不过是看我们穿着光鲜，想以此为借口敲竹棒，多赚几倍的银子，那点心思，连这江里的鱼都瞒不过。上就上吧，先说好，房间紧张，匀不出多的厢房了。你眼珠子能不能别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？哼，看你眼怎么了？还能把你给看死啊？不能。你倒是实诚的让人无话可说。丑话说在前面，你一个待字闺中的千金小姐，跟我同处一室这件事儿，回头千万别往外说。凭什么？我怕影响我自己的形象。霍萧，你这张嘴怕是带了剧毒吧？什么叫影响你的形象？我黎心若的人格清白就不值钱吗？
跟你这种人多待1秒钟，我就觉得自己要气炸了。我出去透透风，你自己守着你的形象过日子吧。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碰到这么个傲慢鬼。那些船，姐姐，你快问问我那些船是干什么的，快问！你没事吧？大半夜的在这发什么癔症？求你了，快问我，这关系到全船人的命。行吧，那你倒是说说，那些黑漆漆的船是做什么的？他们是来劫船的，船底装了倒钩连弩，带头的是渭水一带最狠的水匪。劫匪？坏了，怎么偏偏在这儿遇上了劫匪？这没道理啊！我的嘴明明说走水路最快，他绝不可能失灵，除非这些劫匪也是快的一部分。这些畜生根本不是求财，他们根本不会留下活口，他们是要把船上的人统统杀光，抢走所有财物，再沉船灭迹。别叫了，听我说，姐姐，快再问我一遍，快问我该怎么制服这帮劫匪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清醒点，快问！该怎么制服这些劫匪？船舱3层左侧有备用的火油桶，坡向侧弦绳索。劫匪船只吃水浅，舵位在尾部左卷3度，那是死穴。完了！躲远点，别碍事。慧霄，看那边，穿红衣的那个，那是劫匪的老大。擒贼先擒王，抓住他先。你先给我躲好。畜生就等死吧。谁再动，我割了他的头。张崇三，你原本也是个本分的苦命之人，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以为你妻儿双亡后，在这江上杀人越货，四处作恶，就能抵消你的恨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怎么知道？叫你的手下都给我停手！你以为你杀的这些都是权贵吗？他们不过是和你当初一样讨生活的平民百姓。你妻儿在天上看着你日日杀身，你以为他们能安心往生吗？那是官府逼我的，这世道没公理。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现在就告诉你实情，告诉你真正的仇人是谁。信不信由你，但我这张嘴从不撒谎。张崇三，杀人只是一时的痛快，却救不了你妻儿的声誉。我给你们规划的这片荒地背靠险要，土质肥沃，只要你们脱离这打家劫舍的低级趣味，安心种田，3年，我保你们不仅能洗白身份，还能让你真正的仇人血债血偿。神女指点迷津，张某糊涂半生。从今日起，张某愿带着兄弟们改邪归正，再不作恶。难怪我这张嘴非要选水路，原来这张崇三祖上是造船世家，这船底加了特殊的流线木板，一通胡搅蛮缠，竟然能让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放下屠刀去种田。李兴若，难道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嘴炮？你滚！霍霄，你没听过良言一句三冬暖吗？不会说话你就把嘴闭上。再往北走，就只能靠这2条腿和胯下的马了。
已经到边境了。这就是北莽做的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这些年北莽势大，这群畜生从不正面决战，只打游击。他们全是精锐骑兵，今天烧了东头，明天就抢了西头。他们进村从不留活口，杀光男人，抢走财物和粮食，最后一把火毁尸灭迹。我爹在这里守了10年，最恨的就是这群如蝗虫般的北莽骑兵。总有一天，我要率领南国铁骑，亲自踏破北莽的国都，让那完颜烈也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。保家卫国，其实这也是我的理想。你，李二小姐，你这人真的很奇怪。京城里那些大家闺秀，要么关在房里绣花作画，要么成天想着怎么相夫教子，再不济也是挤破了头想进后宫争宠。怎么到了你这儿，偏要干我们男人该干的事情？保卫国家，匹夫有责。我虽然是个女子，但既然上天给了我这开口说话的超能力，我就得把它发挥出最大价值。我以前虽然是个哑子，但好歹也是坐在我爹蝎子上，听着他老人家议论朝政，忧心天下长大的。女子怎么了？女子就不能胸中有丘壑，眼底藏山河了？说的倒好听，战场可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赢的地方。小霍将军，你瞧好了，接下来我就要给你表演，什么叫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搅乱整个北莽。听这口气，你已经有周密的想法了。没有，刚才那句是嘴自己吹出去的，还没过脑子。清爽的过分了。笑一下能死啊，真小气。叙旧到此为止。李清若，说正事，丞相现在究竟身处何处？被北莽士兵抓了，现在就在北莽军营最深处的铁笼子里。北莽皇帝完颜烈下了旨，再过2天就要把我爹当众宰了祭天，以此来羞辱南国朝廷。坐稳了。营救丞相的计划是什么？你既然敢来，嘴里肯定已经藏好了对策。北莽的大军根本没撤，他们全都在黑山险要处驻扎。我们要先去军营找霍将军，调集2万人马，利用地势。小霍将军回营。末将霍襄叩见副帅。平日里没正形，见到他爹倒真是容光焕发。霍将军，北莽根本没打算议和，他们调集了整整10万精锐，就潜伏在黑山阴面。陛下在信中说，黎姑娘有通天之能，可本帅手边10载，这黑山若是藏了10万人，本帅的斥候怎会毫无察觉？北莽用了秘术掩盖行踪，且他们兵分3路，此时已成包抄之势。我军守备只有2万人，若按常规对敌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既然是圣意，本帅便听一听。敢问黎姑娘，接下来我军该如何布局，才能破这10万大军？将军请看，黑山渭水乃是我朝与北莽的天然屏障，此处一得一失，乃兵家必争之要害。黑山之后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直通北莽腹地，所以这些年北莽与我朝一直以此为界，维持着一个微妙且脆弱的平衡。但这平衡现在被打破了，北莽想把这道屏障变成南侵的跳板。没错，他们利用黑山的险要，就是想把咱们这2万人生生闷死在山谷里。不出3日，北莽必会先派出一支1000余人的轻骑兵跨过黑山边境，直冲军营大门，叫阵挑衅。1000余人，这点兵力冲击我2万大军的营盘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他们根本不是来拼命的，而是北莽派出1000余轻骑兵，假装溃败，只要我军出击追捕，他们就会撤入黑山峡谷。这是计划1，峡谷2侧的山岭上
藏着北莽整整8000副兵，备好了滚木落石和毒箭，只要我军踏入，便是瓮中捉鳖。那若我军按兵不动，死守不出呢？那他们就会实施计划2，他们会把我爹锁在囚车里推到阵前，当着2万将士的面，一片片割下他的肉，甚至当众砍下他的头颅。欺人太甚！若真如此，3军将士必会热血冲顶，哪怕是死也要冲出去抢回丞相遗体。没错，这种屈辱霍家军受不了，一旦追击，照样落入圈套。8000提兵就安插在这2侧山脊，上头全是巨石和乱箭，想入黑山峡谷是必经之路。他们卡死了这唯一的命门。多谢，这道要道咱们必须破开，否则不仅我爹没命，这2万人兵也全得填进去。李姑娘，你倒是给句准话。既然死守是死，出击也是死，咱们到底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正面迎敌，用咱们这2万人，生生灭了他北莽10万大军。我们要强攻黑山峡谷，所有精锐悉数出击，哪怕是用尸体填，也要填平那道口子。哼，好了，听墙角的细作走了，将军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计划。刚才那是……我不能说假话，所以刚才说的强攻计划是真的，我们必须得做给北莽看。但真正的杀着是计中计。赶了这么多天路，昨晚总算睡了个踏实觉，但这天气怕是要起大风了。南国的缩头乌龟，连自家的丞相都护不住，还有脸在边境待着？他们明知道自己的计划可能被泄露，但还是敢按原定计划执行，这就是北莽的狂妄，也是咱们的机会。他们这是在等我们自乱阵脚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布好了陷阱。那就让他们等着，看谁更有耐心。醒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完颜宗。南国神女果然不同凡响，连本王的真容都未见过，便能一口喊出名字。哟呵，黎星若在北莽名声这么响亮吗？居然还传承了神女，这版本更新的有点快啊。南国真的是块富饶的好土地，养出来的神女不仅嘴厉害，连长相也如此这般倾国倾城。倾国倾城，他要是知道面具下这张脸到底是谁，估计会被自己刚才的词给恶心死。怎么不说话？难道这种时候你居然一点都不怕我？怕还是怕的，毕竟将军看起来就不像是个会怜香惜玉的主。我看你淡定的很呐。听闻你已经提前支招了我军计划，甚至还给霍家军想出了破敌之策，这智慧真的是太可怕了。不过这么神的女人，到头来不一样是被我轻而易举的掳到军营里来了吗？这南国的守卫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可不，落入将军手中是我失算了。听闻神女只能讲真话，从不虚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说说看，你们南国真正的反击计划到底是什么？说！我军打算以军营为饵，诱使将军的主力出黑山，然后利用黑山峡谷的埋伏。好，果然是真话。看来你这张嘴确实比南国的10万大军更有用。失守被擒，无话可说。不过传闻中算无一策的神女，千算万算，可曾算到过自己会落入本王的营帐，成为这阶下囚？神女，南国皇帝能给你的，本王能给你双倍。你可愿意从此为本王所用？不可能。没关系，本王不求你心悦诚服，只要你被拘在本王的营中，本王想问什么便来找你，
反正你这辈子都只能讲真话。将军，您看您这人，古往今来，那些帝王将相若是真爱才惜才，哪个不是把人才高高捧着，精心举着？怎么到了您这里，却只会用这种捆绑的暴力手段来拘着我？不如将军解开我这碍事的绳索，再给我准备些好酒好菜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把我哄开心了，说不定我这一高兴，这嘴能吐出来的真话，比您现在问出来的要管用100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神女真是个风趣的人，有意思。解开！完颜宗，我要见见我爹，立刻，可以吗？爹爹，星若，你怎会？爹爹，您受苦了。这霍萧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，就是这声爹爹叫得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行了，人也给你看了。没问题，将军既然如此爽快，星若自然知无不言。只是此策关乎重大，将军，这话我只能说与你一个人听。本王若是怕了你，还怎么统领这10万大军？过来。神女这是何意？外面驻扎着我10万铁骑，纵使你抓了我，你们妇女也插翅难飞。做掉你的意思。你们北莽的人都该死！北莽贼子，拿命来！你到底是谁？南国神明绝不会有这种身手。将军，正主在这儿呢。刚才陪你演戏的那位是我们大南国最能打的小霍将军。卑鄙！南国人只会耍这种卑劣手段吗？这叫兵不厌诈。将军，你的课还没上完呢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敌袭？霍家军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？他们怎么可能绕过黑山正面？完颜宗，你以为掌握了黑山的险要关口就能高枕无忧？为了掩人耳目，你把10万大军驻扎在密林之中，想以林木为盾。可惜，这种联营最怕的就是火攻，只要风向一变，你这10万精兵就是瓮中之鳖。不可能！后山悬崖万丈，下有恶水，霍家军就算长了翅膀，也不可能在这一夜之间全数登岸。谁说要爬悬崖了？当然是走水路了。我把改装船只的秘技交与船工，1日之内2万大军渡河，如履平地，速度杠杠的。将军没听过快如疾风吗？霍家军利用夜色掩护过河，早已埋伏在后山密林，万事俱备，就等着今晚这口东风。风一吹，火一放，你这联营就是最好的柴火。别浪费时间了，火势要失控了，你们3个赶紧护送星若和丞相离开火场。星若，我们一起突围。不行，兵分2路，你和你的人突围，目标太大。你们2个带着我爹和这块和氏玉先冲出去，只要和氏玉在，我爹在，霍家军的军心就在。完颜宗，仗打到这个份上，你想不想跟我做个交易？手下败将，命都悬在你们南国人的刀尖上，我还有什么资格跟神女做交易？我说你有，你就有。放开他。听他的，放就完事儿了。
神女究竟想说什么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何必如此折辱本王？2000人，完颜宗，我给你留了2000精锐。这2000人足够你杀出重围，回到北莽都城，夺回本该属于你的皇位。老皇帝临死前本就属意于你，奈何现在的伪帝完颜洪有太后一党扶持，才抢了你的位置。你甘心就此化为灰烬，还是带着这2000人回去翻盘？区2000残兵，就想撼动完颜洪的禁卫军？李兴若，你是在消遣本王吗？我军2万人，对上你自诩无敌的10万大军，不一样把你击溃在黑山之下了吗？我会交给你一个夺位秘籍，助你拿回本该属于你的皇位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立下重誓，在位期间永不侵犯我南国疆土。我要封路了，快走，再磨蹭命都要丢在这儿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明日亥时到霍家军营来找我，过时不候。真麻烦。喂，霍小，你放我下来！闭嘴，想活命就别动。这一仗，我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把那不可一世的北莽10万精兵给击溃了。爹，若若，让爹看看，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我好着呢。万幸啊，万幸！刚才爹听说了，是小霍将军冒死闯入火海，一路护送你出来的。爹爹一会儿定要去给人家道个谢。这小伙子真是不错，沉稳又勇猛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人家。爹，我能走到这里，全凭我一张嘴。坏了，我想说的是，当然小霍将军救了我好几次，真的要感谢他。李大人，黎兴若，完颜宗来找你了。我知道了。你不进去？李二小姐，你不是口才过人，全凭自己一张嘴就能横扫天下吗？既是如此，要我这个累赘进去做什么？哎，霍萧，你这人心眼真是只有针眼那么大。这是我连夜为你书写的夺位计划，完颜宗，只要你点头，这江山谁做，我说了算。神女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我助你登上皇位，你必须签下盟书，承诺在位期间永不进犯我南国疆土。第二，割让黑山灰水以北800里地给我南国。800里，黎兴若，你这胃口未免太大了。黑山和无水是我北莽的门户，割了这里，就等于把整个腹地敞开给你们南国。将军，你现在有的选吗？是带着那2000人回去当阶下囚被处死，还是割地换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？你算准了本王没得选。对他这种枭雄来说，尊严固然重要，但命和皇位更重要。将军，签了这字，你还有2000精锐杀回都城；不签，你现在出了这营门，命就没了。死人是不需要皇位和疆土的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李兴若，希望你的计划真的管用。李姑娘，万一这狼崽子真的夺了位，转头背信弃义，卷土重来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是啊，若若，此举无异于养虎为患呐。唉，爹，将军，你们真当我是为了帮他？写这份计划书前，霍萧曾问过我一个问题。李兴若，怎么才能让完颜宗杀了完颜洪夺位，同时又能让北莽元气大伤，20年恢复不了国力？所以我给他的从来不是什么完美夺位计划，这份计划是让他去北莽内耗，再加上他割让的这800里地，我军只要驻扎在黑山要道，北莽再想进犯南国，难如登天。妙啊！困扰了我朝数十年的边境之患，竟然让你在这一朝一夕之间全给解决了。若若，
刚才见你与完颜宗谈判，那杀伐果断的样子，真是好威风，好神气，真不愧是我黎家的女儿。真美，现在这样，倒像个人了。算了，看在夕阳这么美的份上，去给她道个歉吧。霍萧，一切都按计划搞定了，盟书已签，完颜宗那小子也带人滚回去了。刚才跟我爹还有你爹商议过了，这次能大获全胜，全靠你带兵杀出重围。其实，这些时日多亏了有你护送，真的挺谢谢你的。喂，小霍将军，我这正跟你真诚致谢呢，你这态度是不是有点太不咸不淡了？哼，得，我还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，再道歉下去就不礼貌了。我黎星若还没卑微到这份上，今天到此为止。看这狗跟你倒是有缘，喜欢的紧，要不你干脆把它捡回去养了，左右在这军营里，它也就认你了。不想养狗，不想养猫，我想养你。莫非这木头疙瘩终于开窍了？毕竟养猪致富。霍萧，你个没心没肺的混蛋，你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真绝！到底是完颜宗亲自认证过的倾国神眼，这杀伤力！我鼻子怎么回事？莫非是气得流鼻血了？霍萧，你给我记住，今天这笔账，老娘迟早找你算回来！誉王，西泽，星若！李星若，不许睡，给我睁开眼睛！李星若，你会不会死？告诉我，你不是神女吗？你不是能断生死、知天命吗？快告诉我，你绝对不会死！你不会死！你不会死！李星若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告诉我你不会死！好家伙，我没死！好险，要不是早上嘴忽然蹦出一句让我穿上软甲，今儿真就交代在那儿了。看来我这晕倒，纯粹是因为多日赶路身体疲惫，加上被突然袭击吓着了，一时神经高度紧张才昏过去的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李姑娘，你可算醒了。你要是再不醒，小霍将军怕是要把我这营帐给拆了。小霍将军，他怎么了？你都不知道，他昨晚抱着你冲进来的时候，那一双眼珠子充血红的吓人，眼角甚至还带着泪花。他死死扯着老夫的衣领，嗓子都喊哑了，让老夫哪怕折了命也要快救救你。啊，你是说霍萧，那个冷面毒舌的霍萧，他抱我进来的，还哭了。老夫行医半生，从未见他如此失态。霍萧居然这么在意我，这种事儿听起来简直比完颜宗割地800里还要荒唐，心里竟然莫名其妙的乐开了花，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黎星若也好这口冰山融化的戏码？若若，我的好闺女，你可吓死爹了！爹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着了。
若若，既然你这嘴只能说真话，那爹问你，你老实告诉爹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小霍将军了？喜欢霍笑那种长了800个心眼子的毒舌男神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审美什么时候堕落到这种地步了？一定是这嘴坏了。是啊。闺女，你和他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凭着实力击溃了北莽军队，救回了丞相，甚至连那块和氏璧都完好无损的带回来了。我这张嘴展现出来的力量太强大了。轩辕红那位高高在上的陛下，他绝不会放过我的，他不会允许我这种变数留在任何人身边，特别是掌握军权的霍家。你知道就好，爹知道你心不在后宫，渴望自由，但既然你选择了大放异彩，救了黎家，就要承受这份能力带来的……他也听见了。万军之后果。爹，我累了。果然，自那天帐外听了爹的话，就再没跟我说过半个字。这关系淡薄的，真比这深秋的凉风还扎人。离开皇宫这些日子，这朝堂还真是变了天。好一个割地800里，好一个永不进犯！哈哈哈！北邙100年之患，竟在你黎家妇女手中一战而定，真乃天佑南国！爱卿，快平身。星若，此番你居功至伟，朕定要好好赏你。谢陛下隆恩，妾身不敢。陛下，妾还有一事未向您汇报。说吧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是朕不知道的？妾的嘴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失去了能力？妾在军营中受到誉王细作的暗算，命悬一线，后来昏迷不醒，连续发了几天的高烧。等高烧退去后，妾便发现这张嘴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洞察真理、口吐实言的能力了。我不信。好，既然你说没了，那朕便试你一试。说说看，这是谁写的奏折？上面写了什么？妾不知道。既然奏折你看不出，那这块玉牌呢？说说，这是谁送给朕的？妾不知道。那这方端砚呢？产自何处？何人所验？不知道。这个呢？那个呢？说啊，你的真理呢？不知道，妾真的不知道。陛下息怒，妾万万不敢欺君。妾是真的再也听不到那些声音，真的不知道了。陛下，小女当初是因为落水发烧，上苍垂怜，才赐予了这份异能。如今在军营再次遇刺发烧，这能力想必是被收了回去。想来，这份能力原本就是为了替皇上荡平北莽、安定天下所用。如今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海内大定，上苍自然觉得不再需要这张嘴了。陛下，星若失了异能，这对陛下对我南国来说其实是天大的吉兆啊！这正说明上天感念陛下圣心，特赐异能助陛下荡平北莽。如今四海平，边境无忧，此乃天命归一，是上天在保佑我国，更是上天在保佑陛下啊！我爹不愧是当朝元老，这嘴皮子功夫真是不亚于我，硬生生把一件欺君的汉事说成了祥瑞之兆，这应变能力绝了。罢了，既然是天意，
朕也强求不得。退下吧。小霍将军，老夫在部里还有些私事要处理，恐怕得先行一步。这丫头身子还没全好，就麻烦将军替老夫护送她回家了。你那嘴炮能力，真的就这么没了？真的没了？不信的话，要不你试着问问我，你喜不喜欢我？毛病！你别愣着呀，我没毛病，你倒是问啊！你不想亲耳听听我这嘴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吐真阳？问就问，你听好了，我霍萧到底喜不喜欢你？喜欢啊。你果然在耍我！你刚才在殿上不是说能力没了吗？嘘，小点声，我是骗皇帝的。其实那场大发烧之后，我这能力并没消失，只是它升级了。对，我的能力，它真的升级了。我想动用这超能力的时候，这嘴就开启无敌模式；我不想用的时候呢，它就是张普通的只会吃饭亲亲的嘴。你说是不是很爽？李星若，你疯了！你知道欺君之罪有多严重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要是让皇帝知道我耍他，估计连我家母鸡刚下的蛋都要被他抓出来给搅散黄了。既然知道，那你竟然还敢在金銮殿上？可我不愿意嫁给他呀。相比起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，我更想嫁给你。李星若，你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蹦，没羞没臊。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因为我现在又在说真话呀。哦，原来你心里想的是你愿意。你现在不提问，你都能知道了。瞧把你吓的，刚才那句我可没开启能力。黎星若，你这个骗子！哎，小霍将军别急着走啊，外面的日头大，马车都到相府门口了，要不要进府里喝杯热茶润润嗓子？哦，你说你心里说不用了，毕竟你说明天一早就要备好厚礼，亲自来家中向我爹提亲。其实吧，我私下问过这张嘴，当初为什么要在那一堆名将里给我推荐这个毒舌男？其实这个任务吧，随便派个武功高强的人都能胜任。但我知道你是个深度颜控，这一路北上有个绝世美男相伴，岂不美哉？我这嘴说的是真话，他那张嘴却是带了剧毒，一个真，一个毒。小霍将军，看来咱俩这辈子还真是般配的很呐。你才是毒。得，从此以后我黎星若可真的无敌了。